我考上了重点大学，可大伯却劝我爸妈让我进厂。女孩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早晚要嫁人。你爸这身体，家里又没底子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挣钱，帮家里减轻负担。大哥，孩子通知书才刚到。通知书来了，高兴一下就行，去不去是另一回事。阿明考上也不容易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想办法？桂兰，你拿什么想？学费、住宿费、生活费，哪一样不要钱？他去了外地，吃饭不要钱，坐车不要钱，买东西不要钱。国平，你别光低头，你是当爹的，你心里得有数。孩子考上大学，脸上是有光，可日子是自己过，到时候钱从哪儿来？你去借，谁借给你？借了不用还。我知道难办，知道难就别硬撑。你身体什么样，你自己不清楚。再攻4年大学，你拿什么攻？命吗？大哥，话别这么说。哼，我说话难听，可我是为你们家好。南边电子厂我已经托人问了，包吃包住，1个月3、4千。他高中毕业，手脚勤快，过去正合适，省着点儿，1年也能攒些钱。大伯，我想读。想读谁不想？人不能光想着自己。你爸妈什么情况？你看不见？大哥，要不先问问老师，听说学校有助学贷款，还有补助。贷款不是债，补助能补多少？老师当然劝他读，可钱是你们自己掏。厂子的事儿先放放，你还真打算让他去？通知书都来了，总不能连问都不问，就让他去打工。问来问去，还不是钱。你们就是舍不得这个大学生名头，名头能当饭吃。话也不能句句往孩子心口上扎。大哥，家里难，我不反对，可孩子考上大学是他一分一分考出来的。你一句女孩早早嫁人，就把她几年的苦全抹了。哼，桂香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供大学要钱，你出。我出不了大钱，但帮不上，也不能张嘴就让孩子别读。你不懂过日子。我是不懂你那套。女孩怎么了？女孩就该一辈子低头挣钱，等着嫁人。行，你们都觉得我坏，等以后借钱借不到，日子过不下去，别说我今天没提醒。厂子的名额不是天天有，你们自己想清楚。阿敏，你别把你大伯的话全听进心里，你的路不能让他一句话定了。二姑，可大伯说的也不全错。明天去学校问问你老师。先问清楚了再说。桂兰，在家呢？在，进来坐。哎呦，真考上了！考上是考上了，就是家里……这是大喜事啊！咱们村几年才出一个大学生，还是重感大学。喜是喜，可大学不是白读的，现在学费贵，生活费也贵。国平这个身体，供起来不容易。姑娘家有出息是好事，可家里也得过日子。你爸又常年吃药，你一走，家里谁帮衬？三奶奶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阿敏不读书，留在家里就能把日子撑起来。她才多大？唉，进厂也能挣钱，1个月3、4千，总比花钱强。那是眼前的钱，大学读出来以后的路不一样。也不能说的那么满，现在大学生也多，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也不少。
那不读就一定好吗？进场就一定稳吗？厂子今年招，明年还招不招？身体熬坏了谁管？我不是不想帮家里，我可以贷款，也可以打工。唉，孩子说的轻巧，外面的苦不是嘴上说说。苦肯定苦，可考上中山大学还不去，这才是一辈子的苦。国平，我说句实在话，孩子考上了，你们先别急着否，贷款、补助，学校那边都问清楚。能走，就让他走。问清楚是应该的，别听谁一句话就定了。我是怕你们以后后悔。我倒怕孩子现在不去，以后后悔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怕，我也怕，可我想先去问清楚，不想现在就放弃。明天去问老师。阿敏来了，通知书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怎么了？家里出事儿了？老师，我家里可能供不起。大伯说让我先去厂里。慢慢说，请坐。不想的，我们要夹着困难。阿敏，你先听我说，家里困难是真的，你大伯说钱的问题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上大学确实要花钱，不是靠一句想读就能解决。但是困难不等于没有路，尤其是你这种情况，不能因为家里一时拿不出钱就直接放弃。第一，生源地住险贷款，这个要在县里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，需要你和父母带录取通知书、身份证、户口本去申请。贷款主要覆盖学费和住宿费。第二，绿色通道，如果开学时贷款手续还没完全办完，学校也不会因为你暂时交不起学费就不让你报到。你带好材料，到校后可以先入学再补手续。真的可以先报到吗？可以，这是政策，不是老师哄你。第三，国家助学金，你家这种情况可以申请，但能不能评上、评几档，要学校审核，我不能保证。我明白。第四，勤工助学，图书馆、办公室、食堂、实验楼，学校里一般会有岗位，钱不多，但能补一点生活费。你刚去大学，别一开始就去外面乱找兼职，先走学校正规渠道。还有奖学金，这个要看你入学后的成绩。你学习习惯好，如果大学继续努力，也不是没机会。我帮你粗算了一下，学费和住宿费可以靠贷款解决，你真正急的是路费、第一个月生活费，还有开学时一些必要用品，最紧也得准备2000左右。2000也不是小数，你可以暑假打短工，老师这边也帮你问问有没有临时资助或者社会助学项目，但这些都要申请，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能拿到。老师，我知道。阿敏，你家这种情况，你上大学肯定比别人辛苦。别人买新手机，你可能只能用旧的；别人出去玩，你可能要去勤工助学；别人回家车票说买就买，你可能要算很久。但是辛苦和没路是两回事。你可以难，但不能因为难就先把自己判出局。这些拿回去给你爸妈看，材料备齐后，让你爸妈带你去县里资助中心问清楚，需要学校证明，你来找我。老师，
如果我大伯还是不同意呢？你大伯不是你的监护人，最后决定应该是你和你父母一起做。但农村长辈的话确实压人，你不要硬碰硬，你要把政策、费用、办法讲清楚，让你爸妈知道，这不是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万块。还有，你自己的态度要明确，你不能一边想读，一边等所有人替你挡。你要告诉他们，你愿意贷款，愿意勤工俭学，愿意暑假打工，你不是伸手要钱，你是在为自己的路负责。我知道了。那你自己到底想不想去？想。那就别轻易放弃。去学校问了？问了。老师是不是让你读？老师说有助学贷款，有绿色通道，还有助学金和勤工助学岗位。这些名字听着好听，贷款不是债，绿色通道能给你饭吃。学费和住宿费可以贷款，生活费我暑假打工挣一点，到了学校再申请助学金和勤工助学。哼，说得倒容易，你一个小姑娘，以为外面钱那么好挣？不好挣也要挣。回去跟你爸妈说吧，看他们有没有本事供。老师怎么说？老师说还有路。怎么个路？老师说可以申请助习贷款，也有绿色通道，还有助学金，到了学校也能申请勤工助学。贷款要还吧？要还，但是毕业以后慢慢还。老师说学费和住宿费可以先靠这个解决，不用家里一下拿出来。开学交不上钱，真能进学校？能，老师说这是政策。那第一个月生活费呢？我想先去镇上找暑假工，饭馆、超市、早餐店都可以，能挣多少是多少。你刚考完，歇几天也好。我不累，妈，我想试试。材料先备齐，等证明和复验件弄好，我跟你去县里问贷款。爸，你身体吃得消吗？我自己也能去。老师不是说要父母一起去吗？我是你爸，该去。那先让孩子这2天去镇上问问活，能挣一点是一点。行，贷款也问，工也找，两边都别耽误。好。那你大伯那边？先不管他，孩子的事儿咱们自己先问。真准备办贷款，先把材料备齐，去县里问清楚。那我今天也给你们算一笔账。学费、住宿费可以贷，可生活费呢？路费呢？被褥、教材、军训服，哪一样不要钱？大学4年，不是4天。你们现在只看见第1年，后面3年怎么办？助学金一定拿得到吗？勤工出学能挣几个钱？他要是生病了呢？要是实习要花钱呢？要是毕业一时找不到工作呢？老师说可以省着花。省能省出4年大学。去了外地，一顿饭多少钱你知道吗？班费交不交？考试报名费交不交？寒暑假回家车票要不要钱？国平，我这次不说女孩不女孩，
我就问你一句，这个账你背得起吗？贷款是孩子以后还，不是现在就让我们还。孩子以后他毕业就一定有工作，有工作就一定挣大钱。万一还不上，债还不是压回你们头上？妈，不是一开始就要拿出这么多，学费、住宿费可以贷款，生活费我自己想办法。你看，又是想办法，办法在哪儿？你现在1分钱没挣，就说自己想办法。等真去了学校，钱不够了，一个电话打回来，你爸妈能不管？我不会乱花。不是乱花不乱花的问题，是你家底子就撑不起。大哥，账不是这么算的，那你算一个能供得起的账。桂香，你进来坐坐。你们现在只看见第1年，后面3年怎么办？大哥，你这是算账还是吓人？哼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哼，实话也不能只往最坏处说。那你说好听的，你说完，钱从哪儿来？这是500块，不多。阿敏要是真去，给他路上买点东西。二姑，我不能要。不是白给你，等你以后工作了，再还二姑。我会还。500块，4年大学，你拿500块就让他放心？我没说够，我是告诉他，家里不是所有人都只会让他低头。打工至少马上有钱。马上有钱，就一定是最好的路。大伯，我知道钱难挣，我也知道我爸妈不容易，可我不想高中毕业就进厂。我想读大学。你就知道你想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妈？我想过，所以我愿意贷款，愿意打工，愿意省吃俭用，以后欠的钱我自己还。孩子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想让他怎么懂事？暑假工你想去哪儿找？镇上的饭馆、超市、早餐店都可以。我明天去问。太累了怎么办？我不怕累。行，你们就听他说的好听，等他挣不到钱，等贷款办不顺，你们再后悔。大哥，难处我们知道，账我们也会算，可现在还没到让他放弃的时候。你这是要硬撑，先试试。读大学这种事儿是试试就行的，进去了就得年年花钱。贷款材料先备，暑假工也让他找，能走一步算一步。
你明天不是要找活吗？去找，你自己去了就知道，钱不是嘴上说说就来的。我知道。今天大家都在，我也不是一个人唱黑脸。阿敏要读大学，你们说说，这事儿该不该硬撑？大哥，你这话就不对。什么叫硬撑？孩子考上了，家里想办法送他去，这叫硬撑？老三，你说。我说句公道话，大学肯定是好事儿，可国平家这个情况也确实难。听见没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。哼，三叔说难，又没说不让读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得算清楚。阿敏，你别光低头，今天话说开，你要读，钱从哪儿来？学费和住宿费申请贷款，路费和生活费我暑假去打工，到了学校我申请助学金和勤工助学。申请不上呢？我就省着花，再去学校里找勤工助学测岗位。你看，说来说去还是没准数。他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孩子，能想到这些已经不容易，你非要他现在拿出4年完整账本，他拿得出来吗？这倒也是，谁家孩子上大学也不是第一天就把4年钱全摆桌上。你们现在说的轻松，到时候借钱可别躲。大哥，我们不会随便开口借。大伯，我说一句，你说。我当年就是没继续读，直接进了厂。刚开始1个月3000多，我也觉得挺好。后来换了3个厂，手腕落了毛病，工资也没涨多少。我不是说进厂丢人，靠手吃饭不丢人。可阿敏既然考上了，能往上走一步，为什么不让他走？那是你，他有条件吗？他家难，我知道，可难就更该让他读，读出来，才有可能换条路。张磊这话也有道理。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刚才也没说不让读，我是说要算账。国平，你自己说，孩子是你的孩子，最后你得拿主意。爸，如果你和妈真的供不起，我不怪你们。可是如果还有一点办法，我想试试。你真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去了学校，苦不苦都不能半路退。我不退。贷款以后要还，你知道。我还。那就先办。国平，孩子都没怕，我们当父母的不能先怕死。这才像话。行，你们都觉得我坏人，那我不管了。大伯，不是不让你管，你可以说难处，但不能一开口就把路堵死。你懂什么？我就是因为没路走过，才知道路有多重要。表哥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以后真上了大学，别混日子。
老板，您这里缺人吗？缺，但是你不行，学生干不了几天就走，我还得重新找人。我们要有经验的，收银不能出错，搬货也累。你太瘦了。暑假工早招满了。学生，哦，我风雪。能干几天？干到开学前。洗碗很累，后厨热，油也重，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。你能干？我能。先说好，中午11点到晚上9点，忙的时候不能做，1天80，包1顿饭，干不了就别硬撑。我能干。先把这些洗出来，前面等着用。好。快点，小碗没了。筷子也没了。好，马上。那边的盘子先冲出来。先吃2口。来了。快点，前面等着翻台。好。还能干吗？能。喝了再走，别晕在路上。谢谢。脸怎么这么白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要不别去了。妈，我都答应人家了。你才多大，哪受得了这个？受得了。我多干1天，开学就多1顿饭钱。今天别去了，歇1天。不行，第1天就请假，老板以后不要我了。今天先帮忙择菜，客人来了再洗碗。好。
小心点儿，碎了要赔。对不起，我会注意。今天还行，明天早点来。好。孩子是真想读。再难也送他去吧。送。录取通知书、身份证、户口本都带了？带了。你是共同贷款人？我是他爸。那这里也要你签字。生源地住险贷款主要解决学费和住宿费，开学后学校确认回晕，贷款才算办成，钱会直接打到学校账户。那孩子能先去学校吗？能。学校有绿色通道，报到时把资料带齐，说明情况，可以先入学。那学费和住宿费可以先不用家里交吗？按流程办，问题不大。但生活费要你们自己准备。生活费你真要自己挣？嗯。爸，我能坚持。别硬撑，撑不住就跟家里说。好。小姑娘，快点儿，碗不够用了。马上。贷款材料办了，办了。开学后学校确认回支，贷款才能下来。哼，字签了，担子也就压上了。大哥，孩子都走到这一步了，
今天又去洗碗了？嗯。挣了多少？一天80。站了一天，才80，包一顿饭。手伸出来，伸出来！大伯，我知道钱不好挣，我不是嘴上说说。现在知道了。知道了。路费和第1个月生活费还差多少？大哥，我问你还差多少？二姑给了500，阿敏这几天攒了300多，我们又凑了点儿，可路费和头1个月生活费还差1000多。大哥，你这是……别想多了，我不是支持你们瞎折腾，这个钱算我借给他的，不是给你们花的。去了学校，别乱用，以后有本事了自己还。大哥，这钱我们不能……有什么不能？你们不是缺路费和生活费吗？拿着，我说了，是借给他的，以后让他还我，不用你还。大伯，我会还的。别光嘴上说。我会好好读书，也会把钱还给你。我知道。外地不比家里，自己长点心。钱不够也别乱借，遇事先给家里打电话。嗯。这件外套带着，早晚凉。妈，现在还热。热也带着，外面不比家里。录取通知书、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、贷款材料都放好了。放好了。路上吃，别嫌沉。二姑真的不用？少说不用。到了学校，给姑打个电话。这个还能用，路上手机没电了能顶一下。表哥，我有充电器。火车上不一定有插座，拿着，又不是金子。谢谢表哥。别谢来谢去了，到了学校别怕问人，手续不会办就问老师，问学长学姐，别一个人硬憋着。好。路上吃，别嫌寒酸。王嫂，你这又是干什么？孩子第1次出远门，总得让他带点家里的东西。王婶儿，我以后会回来看你们的。先别说以后，先把大学读好，让那些说你不该去的人看看。三奶奶，拿着。三奶奶，这我不能要。嫌少？不是，我不能拿您的钱。
我嘴上说不让你去，是怕你家撑不住。可你真要去了，也别空着手走。外头不比家里，饿了就买口热的。三奶奶，哭什么？读书人出去要有出息。大伯，我走了。钱我记着。还没挣到钱，就先惦记还钱？先把书读好，别让你爸妈白操心。走吧，车快到了。到了学校别省过头，该吃饭吃饭。受委屈了别憋着，钱不够就说。别自己扛。妈，我知道。你真的长大了。妈，等我以后工作了，我带你和爸去城里看看。妈不图这个，你好好读就行。到了保平安。爸，你也注意身体。阿敏，好好读。到了学校，别忘了给家里打电话。别怕，往前走。出门平安，出门平安。不怕苦。也别怕人。